大家好，菜床中的蔓延道转弯继续延伸延伸过来的菜床已经有先种了剩下的青花笋苗，陆续会将此组菜床都补上青花笋。过往为了方便浇水，会把比较嗜水的作物都种植在环绕水池旁。不过跳脱框架逆向思考后，今年却将不太需要浇水的蒜头种植在水池旁，直接吸水就好。这是第一道省力的做法。而离水比较远的第二圈，反而是种植嗜水性作物这样的规划看似是不合乎常理但是因为外围的菜床中间多做了一条蔓延道，这条蔓延道的目的不但可以自动蔓延，避免土壤板结，也有减少长草的效果。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目前延伸出来的位置都可以不用人工进行浇水。整块菜地的左边控水玩水已经确认可行这如果照一般习惯种法，会将嗜水性作物种在水池旁，方便浇水。但是远离水池的位置，则是种植不吸水的作物以便于可以有少浇点水的劳动。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种植叶菜类，叶菜类对于水的需求通常都比较大。传统的做法，这样的安排或许会比较轻松但是最大的缺点，种植作物的安排很容易受限这在冬天气温不高，浇水的频率可以比较低，影响都算是可以接受但是气温越来越高是很明显的趋势到夏天时，光浇水这件事，一样的规划却会很有的忙。也因此，种植规划就以夏天的状况来进行调整。前年有点多了，不过蔓延道算是菜床的重要安排。这区块要进行优美化种植的想法，其实一直偶尔就在脑海里打转。若不是因为下雨的缘故，一旁下方的位置土壤潮湿大概也不会提早动手。这改善的过程并不难，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不是文不对题只是觉得有耐心看下去，就可以看懂到底是在忙什么，所以影片前半部就没有多加说明。而要进行美化优化，务实也很重要。务实的第一个考量是在修整后，可以让除草这件事情获得比较大的改善毕竟这增加的种植空间并不大，而虽然只是增加一点种植空间，要再做更多的玩乐种植方式，因为不是多出的空间也比较不容易被念。而这条原本铺设砖头的走到左边除了是个斜坡，地面也有铺设砖头。因此图个省事，就暂时不将斜坡砖头翻起而右侧目前是已经补足了24颗青花笋修整完之后会再补盖上防虫网。这整理好之后的种植也得考量防虫网居中隔离，作物的安排还得再考虑浇水时的便利性。而现在替代掉走道上砖头的不是杂草抑制席，而是已经闲置多年剪开后的塑胶水管。进行铺设后，直接用砖头压住约1公分的宽度至于现在立起来铺设的砖头用途，若是看成挡土墙，也不是不可以不过用途会再多一点。这一整排的长度约有8公尺。目前看到只是半成品。原本砖头左侧是想要种花不过因为右侧还会补上防虫网，种比较矮的花，视线会被防虫网挡掉；种高一点的花，又会导致走道过于拥挤
因此暂时就先拿来种植冬天的作物啊。这也是因为已经看到了铺设好砖头后的变化。而施作的过程虽然有预定的想法，但是在施作中进行辩证倒是很常见啊。这样多出约长8公尺、30公分宽的原本闲置空间，增设的种植空间要怎么玩，也就不用担心被碎念哈。毕竟从这角度来看，虽然只是简单的空间调整，目前还没有种植作物呢，感觉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从这角度来看，只是小空间的调整啊，就让菜地继续提供一点不同的样貌。只是感觉附近的空间再整理整齐干净一点，对于菜地美感的提升还可以再更好。接下来得面对3个问题。第一个是种植作物安排时，得考量取水的便利性。毕竟这日后会有防虫网阻隔在中间。第二则是巢内要种植什么作物啊？第三则是土壤来源的问题。由于内侧铺设砖头时，仅简单进行挖沟摆入砖头，这种植巢内的土壤还没有清理与翻松啊。先铺设砖头的好处是可以让土壤控制在巢内。种植空间设定好之后，翻松土壤、清理草根与小石头之外呢，在翻松过程也顺道注意一下蚯蚓的数量。蚯蚓的多寡对于种植土壤是否需要补肥是很有效的判断的。由于这位置是常年没有种植，土壤理论上会比较接近原生土啊。挖沟埋下砖头时，挖出的土壤算是解决土壤不足的办法。将这围出的空间土壤也进行垫高，这遇到多雨的季节，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土壤湿黏板结的问题啊。而这个位置东边在左边有房子可以挡住日照。在夏天时，大约11点过后才会有日照，也算是再挤出一点可以拉长秋冬作物种植的空间。整理好这条种植槽，将两侧的土壤一次调到定位，站好取水的位置，土壤堆得比较高。至于中间的位置，因为葱种生长后需要培土，一开始就种植深一点，日后再补上土壤就好。过往需要用到青葱时，是整丛拉起，分出比较纤细的葱又种回去啊。如果不在意葱白的长度，采收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割上方，留下底根让它重长。但是这种方式呢，除非种植过程没有培上厚土啦，不然用割取的方式要取葱白，并没有比较轻松。而纤细的葱重新种植后，得等长出才会进行分裂，感觉需要的时间比较久。这些比较粗的葱根部带根切下约1公分的底茎直接种植后长出的葱就可以比较粗。因为青葱很容易移植，这也是为何说是在种葱种的原因。这种方式特别适用在购买来的青葱由于青葱的生命力很强，这样就可以简易繁殖。这些采收的底茎割下后，也只是简单用塑胶袋装着，只要有点水汽，它就会自动长出来，因此才会收起多一点才一起种植当然，若是想要再节省一点空间，直接用花盆进行留种，也不失是一种简便办法。几天后，就算没有再多浇水，土壤含有的水汽就足以让它们长出新茎
敢吃葱或是可以吃葱，个人是建议可以常吃啊，因为青葱有消炎与抗癌的功效，甚至做成葱油拌炒面也是非常简单好吃啊。这在灯笼果旁的则是更早种下的葱种，这颗灯笼果下埋的不是蔗渣，而是蓄水池里的黑淤泥啊。清淤之余，顺道拿来当作原生土壤使用。至于这组，则是更早的实验对照组啊，内部尝试了在种植时，将葱种用土壤完全覆盖住，青葱一样可以从土里再冒出来。这样测试的目的，可以让种植更为简单啊，不用担心土壤崩落盖住葱种长不出来。这样就更可以挑地势高一点的位置，随便轻松种了。以上分享，谢谢收看。